我熬夜加班为公司签下9999万订单，却因饭局上客户人均超了0.99元，被公司财务拒绝报销，我直接向上级投诉。怎么个事啊？领导满脸嘲讽，不就1万块钱吗？现在的年轻人还是欠敲的，别总想着跟公司算小账，格局要大。回到办公室，应届生新人拿着18万的年终奖流水四处炫耀，我作为年度销冠，年终却被扣的只剩8888块。我笑笑没说话，我严肃提了离职，还手拒收了客户寄来的1000万合同。公司规定，一切到付的快递都得拒收。1万08块，人均抽了0.99元，报不了。您看情况特殊，客户级别高，单子金额大，季总亲口说全额报销。什么总来了也要按照公司规定？别以为你签了大单就能无法无天。我知道跟他硬刚没用，直接拨通了季总的电话。我是说了报销，但我没说可以无视公司规定，不就1万块钱吗？年轻人格局大点。我正要跟他争辩，手机弹出了年终奖入账通知8888.00。此时部门的柳如烟拎着崭新的爱马仕铂金包，故意在我面前绕了一圈。凡哥发了年终，你怎么不开心呀？人家这18万年终都不知道怎么花了，嘻嘻嘻。柳如烟是今年入职的名校应届生，我手把手带她6个月，她做出的锅我来背。加班的夜我来赔，结果他年终奖18万，而我这个10年老员工呢，年终奖连他1/10都不到。我憋着一股火朝老板办公室走去。老板公司刚创立的时候我就来了，勤勤恳恳干了10年，为什么年终奖还不如一个刚进来的应届生？8888彩头多好啊！公司祝你来年发大财哈！彩头好怎么不发8888呢？就算不谈资历，我的产出也比柳如烟强多了。光上个月我就签了5个大单，柳如烟一单没开，她凭什么拿的比我多？小叶啊，你这些年的努力和付出，我当然知道。可公司有公司的难处，现在市场人力成本涨得厉害。柳如烟这种名校毕业的人就得这个价，你是公司的老人，更应该理解公司才对。我不理解人力成本涨了，那怎么不给我这个老员工涨？公司发展需要新鲜血液，市场规律就是这样。不光是蜂药，所有的公司都这样，知道吗？老板，我申请涨薪。公司哪年没给你涨薪？人要懂得知足。涨了10年还被新人吊打，老员工真是不如狗啊！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恐怕没办法继续在公司干下去了。让我拿着8000年终帮年终18万的人干活，狗都不干。这话我当作没听到，你回去冷静想想。年轻人只盯着钱，在职场上是很难有好的发展的。从老板办公室出来的时候，我听到他打电话给 HR，张口就敢跟我提涨薪，他以为公司待的时间长就可以拿高薪了。说起来，叶凡最近半年加班越来越少了，估计早就对公司有意见了吧？听到这，我拳头都硬了。直播带货业务风口期那几年，凉了。我工作强度大，天天不要命的加班盯场，别人996，我直接007。今年公司扩招来了不少新人，我手上一些没难度的工作分了出去，再加上我长期加班生了一场大病，不敢再那么拼。但即便如此，我的工作时长还是远超其他人。季伯孝是瞎了吗？反了他！真以为公司离不了他，大不了我多花几个钱再找新人。柳如烟脑子活，不比他这老咸鱼强多了。所以刚刚挽留我，并不是因为我重要，只是觉得我这条老咸鱼便宜好用罢了。路过柳如烟的工位，他人不在，我鬼使神差瞄了眼屏幕，一条新消息正好跳出来。卧槽，你是说只要装笨，你那个年终8000的冤种主管每天都替你干活，倒反天罡啊你！我如遭雷劈，这段时间我尽心尽力帮助他，没想到他背地里把我当猴耍。我打开柳如烟交给我确认的选品清单，把我刚刚删除的3无商品一键还原。如烟，你这次选的商品佣金分成都挺高，趁着最近流量好的赶紧播，我有预感这次肯定能爆单。真的吗？凡哥，你对人家真好。宝宝我只是个小笨蛋惹，没有哥哥你可怎么办？我笑笑没说话，写好辞职报告发送给季伯孝，紧接着拒收了刚跟客户签下的1000万订单合同，然后干脆利落收拾好自己的东西。10年来头一次准点下班，晚上回家我把手机静音，睡了个又长又沉的觉。第2天醒来，微信和电话都快炸了。夺命连环 call 的人是老板季伯孝。苏氏的合同怎么拒收了？苏总突然说要取消合作，是不是你在捣鬼？这不是季总您说的吗？严格遵守公司规定，一切到付的快递都得拒收，您格局要大。再说苏总是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才跟蜂药这种小卡拉米合作，我已经提离职了，签下的单子当然是跟着我走了。你拿离职威胁公司是最恶的招数。你是出过一些成绩，但那是因为你在蜂药，别把平台的高度当成自己的能力，你玩脱了。离职我已经批了，明早不用来了。太好了。我还担心他故意拖着不给我办呢。我没着急找工作，在家休息了1周。就这几天，蜂药又出了状况。柳如烟自信满满的执行直播方案，靠着我留下的资源拉来了头部主播。刚开播订单大爆几次登上热度榜前10，季伯孝半场开香槟，在朋友圈狠狠炫耀。实力和成绩真的不允许我低调。事实证明，蜂药裁员那新的决策多么正确。新血液带来新思想，新思想带来新高度。可惜他们的快乐只持续了不到2天。爆单的3无商品缺乏卫生监管，害得很多人上吐下泻，大批消费者退货投诉。
被全网骂上热搜。封耀几个头部账号被平台判定违规封号，头部主播宣布以后永不合作。这下安排好的直播广告统统受到影响。刚丢了苏轼的大单子，封耀现金流本来就周转不过来，现在还得给客户道歉赔偿，后续的商务安排全受到了波及。偏偏这回柳如烟在选品方案里只数了自己的名字，她急着想要向别人证明她也能跟我一样爆单。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封耀一时间成了业内笑话。叶凡，又不是我逼你离职的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没见过像你这么恶心的人。我劝你嘴巴放干净点。你是老员工，经验比我多，怎么可能看不出选品有问题？亏我那么信任你，现在公司账号都被封了，我差点被老板开除，你知不知道？知道啊，我还知道你为了邀功，只写了自己的名字，帮你选品是情分，不是我欠你的。出成绩了你自己拿，有问题就要怪我头上，你想屁吃呢？我已经离职了，公司有任何事别找我，祝早日倒闭哈。你拽什么？叫你声凡哥，你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知道我的年终奖比你高多少吗？每天看你累死累活就赚那么点，我真是可怜你啊。HR 没跟你说吗？开单是有奖金提成的，一个爆款2万，我每个月奖金拿到手软，用得着你可怜？这种话我当然是骗他的。季伯孝这些年给我画了无数个饼，股权分红到头来一个都没兑现。要不是这次发现柳如烟的年终奖远高于我，恐怕我还在当傻子而不自知。我把离职的事情告诉了业内的朋友，请他帮忙介绍工作。包我身上，放心吧，就凭你在封耀的成绩，各家公司都得抢着要，你早就该走了。咱打工人跟公司谈什么感情，你就记住一句话：钱到位了才有感情，钱不到位，老板说什么都是放屁。朋友很给力，才1天时间就有好几家公司给我发来面试邀请。我在封耀10年做出过那么多全网爆款，都是我能力的证明。每家公司都当场给我发出了 offer， 开出的待遇更是远高于前司，最少的一家薪资都有3万块。果然只有跳槽才是最好的加薪方式。最后我选中了合恒传媒，直播电商领域的头部大厂之一，每月税前5万，年终50万起跳，担任市场总监一职。我刚入职就为合恒签下了苏氏集团的订单，并将工作10年的经验总结成一份直播电商差异化策略方案，交给合恒老板李总。李总在极度饱和的行业赛道里，要在竞争中卷赢同行，就必须打造出差异化的品牌定位。李总这份报告结合了我这些年的经验和思考，对于直播电商差异化玩法以及未来的行业趋势提出了一些个人见解，希望能对公司有帮助。我行云流水的讲解业务，背后大屏 PPT 都是数据图表，表现专业性。叶凡，我们这行业都觉得新员工能带来新的思想和创意，但今天你让我看到了老员工的实力，你这样的人才走了，绝对是封耀最大的损失。合恒采纳了我的方案和建议，开展了一场弘扬传统茶文化的助农直播，刚开播就引爆全网好评如潮。我们的成功引来平台上大批模仿跟风。好笑的是，封耀也做了好几场类似的活动，却都是惨淡收场。季伯孝根本没搞清楚封耀的优势和长处在哪里，只知道生意照搬能火才怪。过了几天，季伯孝竟然给我打来电话。听说你还没找到工作，现在经济不景气，工作不好找，你是封耀的元老，大家没必要闹得那么难看，只要你愿意回来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啊呸，还既往不咎？从前把我当狗使唤，现在才知道没了我公司要完，来求我还一副高高在上的施舍姿态，你装你咱们各退一步好了，只要你回来封耀，我可以考虑破例给你加1000块年终奖金。完呢，涨1000块就1万出头，回去以后继续给我画大饼，让我当牛做马是吧？太少了，愿意给我50万年终的话，我可以考虑考虑。50万？你疯了吧？怎么可能？给不了这个数就别来烦我，我很忙。电话那头沉默片刻后，爆发出尖锐的怒吼：工作都找不到的废物，还把自己当香饽饽呢？谁给你的勇气？狮子大开口，公司肯让你回来就不错了，你还装上了。季老板，现在市场人力成本涨得厉害，你想招到像我这样又有经验又有成绩的人，就是这个价。不识抬举，以后别哭着来求我。挂了电话后没多久，季伯孝就在行业交流群里说我人品败坏，道德低下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试图在业内封杀我，反了的！我都气笑了，先保留了证据，等以后闲下来再找他算账。因为临近跨年和元旦，各家都卯足了劲做大嘴，想抢一波流量高峰，我忙得不可开交。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我在入职合恒传媒时用了新的微信，主要用来跟品牌方对接沟通方案。某天，这个新微信突然收到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好友申请。我点开好友申请一看，申请人竟然是季伯孝。我反复确认了好几遍，没错，就是他。这什么玩意儿？通过好友申请后，对方立刻发来一段语音：叶总监您好，我是封耀传媒的老板季伯孝，今天冒昧来打扰您，不为别的，是想邀请您这样能力出众的人才加入我们团队。您放心，封耀绝对能给您提供不输合恒的待遇。有兴趣我们可以见面详聊。
季伯孝这是要挖我，不准确来说不是挖我，他是想挖何恒的内容策划总监，俺不中了，这是什么狗血小说剧情？我笑了10分钟才给季伯孝回复了消息。感谢季总抬爱，但是李总对我有知遇之恩，我暂时没有离开何恒的打算。叶总监，先不要太早拒绝我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懂的。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我可以保证，不管李鹏给你多少，我都比他多30%。你懂个蛋！这老登还以为我跟他讨价还价呢。季总，您可能对我还不够了解，我并不适合贵司。也许我真来了，您对我就没这么看重了。不可能，我季伯孝最爱惜人才，您到了我们公司，绝对能得到100%的看重。看来季伯孝真的非常想把我挖走。我不禁想到哪天他发现自己现在求着要的人才，就是当初被他逼走的廉价老黄牛，不知道会作何感想。不过我实在太忙了，逗了他几句就没再理他。我现在只想在和恒好好干。跨年当天，我们团队所有人都忙得脚不沾地。到了晚上8点，直播准时开始。可今天和恒的直播间上人速度显然比平时慢了不少。你们快看，蜂药直播热度全平台第一，几乎一半的流量都在他们那里。我赶紧切换到蜂药的直播间，发现他们开播才几分钟就已经有了上百万点赞。今天咱们这个直播间实在是太火爆了，主播也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。宝宝们别急，神秘嘉宾马上就会跟大家见面。我想起来，蜂药1周前就发出预报，今天晚上直播间会空降一位神秘大咖。预告里只有一个剪影，看上去却有好几个顶流的影子，也不知道是哪个大聪明想出这么鸡贼的一招。主播激情满满的介绍产品，满屏弹幕全是催促，能不能快点让嘉宾出来？我们是来看哥哥的，不想听主播废话。到底是谁？弹幕刷得飞快，点赞激增。毕竟人多流量大，蜂药直冲带货口一。和恒这边的同事不禁羡慕，请明星效果就是不一样。请明星确实能带来流量，但对公司来说往往是赔本赚吆。以我对季伯孝的了解，他根本舍不得掏明星的天价出场费。如果是假的，那不就是故意蹭热度吗？还是蹭顶流的热度？他这波操作简直是在找死。主播顶着巨大压力又讲了10分钟，就在粉丝们耐心耗尽的时候，所谓的神秘嘉宾终于现身。当我看清的嘉宾是谁后，一口咖啡喷出来，所有人都傻眼了。是他，居然是他！让各位粉丝宝宝久等了，我们的神秘嘉宾就是蜂药传媒的老总季伯孝先生，这是他第一次出现在直播间，惊不惊喜？伴随着动感的音乐，穿着黑色透视紧身装的季伯孝对着镜头微笑比心。直播间的各位粉丝宝宝好，我是季伯孝主播，我来给大家送福利。有没有小姐姐想看季总的腹肌啊？嘿嘿嘿！你没事吧？滚出去！镜头让他的啤酒肚看起来更肥，配上他挤眉弄眼的表情，要多油腻多油腻，弹幕瞬间炸了。主帮你没事吧？我哥呢？我请问呢？季伯孝还真是人如其名啊！我的眼睛脏了。除了都是男的，跟预告有1毛钱的关系吗？思想太难看了吧？谁给你们的勇气来蹭我家哥哥热度？你们告诉我，这是哪门子顶流？猪圈里的顶流吗？粉丝很生气，后果很重。我们可从来没说过嘉宾是谁哦。家人们喝点丝瓜汤，冷静一下。咱家的丝瓜凉茶现在有优惠，记得左上角领券可以抽奖，中奖的宝宝送季总的签名美照1张哦。这话听起来让人更想打他。直播间人数急速下降，路人发觉被喷骂2句也就算了，可那几个顶流的粉丝却不干了，无数人跑到主页那条预告视频下疯狂辱骂。短短几分钟，愤怒的粉丝们已经咒骂了上万条。还有人把季伯孝的照片 P 成黑白照发在评论区。季伯孝想要爆火，确实做到了，只不过是被骂了，影响实在太大，蜂药不得不删除了那条引流的视频，关闭了评论区，最后甚至暂停了直播。而今晚在直播间下单的，听说有超过90%的人取消了订单。我侧面打听了一下，原来这个搜到不能再搜的主播，又是柳如烟出的。他信誓旦旦的跟季伯孝保证，只要蹭上顶流的热度，蜂药零成本就能掌握巨额流量。季伯孝是不是有啥脏事儿，犯在柳如烟手里了？要不咋能容忍他一次次捅大篓子？蜂药的道歉视频来得有些晚。我们公司不该欺骗广大网友的感情，辜负了大家的信任。我保证以后团队一定会慎之又慎，求大家再给蜂药1次机会。可为时已晚，失去的口碑和人心很难挽回。而和恒这边就不一样了，我们全力以赴，精心做好每一场直播。整个元旦假期，和恒牢牢占据带货榜第1。李鹏对此非常满意，包括我在内，每个人都拿到了一笔丰厚的奖金。忙完跨年档，李鹏请全公司去T国旅游。就在我准备离开公司的时候，季伯孝给我发来消息：叶总监啊，蜂药现在太难了，我真的很希望你能来帮助我们。只要你能来，我可以开出最丰厚的条件，副总股份什么都可以。我知道你在公司，我就在1楼等你，多久都行。真是史瞻身上都甩不掉。行吧，是时候做个了结了。
一进咖啡厅，我就看到季伯孝焦灼的等待着。季总，好久不见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想求我让你回枫药是吧？我现在忙着呢，给我滚！我直接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。是你求我来见面的，我来了又赶我走。你他喵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什么时候？他忽然停住，一双绿豆眼猛地瞪大。我从没见过一个人脸上能有这么多表情：疑惑、震惊、尴尬、羞愧、恼怒。你就是何恒的叶总监？怎么可能？如假包换！你们挖人之前不调查一下背景的吗？我的老天！上次在群里造谣我的事还没跟你算账呢，想断我财路是吧？证据我已经保留了，等着收律师函吧。对了，季总，怎么了？刚刚说只要我愿意去枫药副总的位置，还有公司股份，都可以给我，真的假的？季伯孝脸色阴晴不定，好半天才开口。叶凡，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，只要你回来，我刚刚说的那些都算数。先前一直瞧不起的老员工跳了个槽，想再抢回来，只能加薪升职给股份。季伯孝估计比掉块肉还难受。爸爸，可惜啊，就算他跪下喊我爸爸，我也一点也不稀罕。不好意思，我暂时没有离开何恒的想法。季总如果真的缺人，不妨看看自己公司里有没有被埋没的人才，何必舍近求远呢？季伯孝被我说破防了，他蹭的一下站起来，铁青着脸走了。等我度假回来，行业里的朋友告诉我，枫药里不少老人都走了，职位大量空缺，多个项目停摆。季伯孝不得不花高薪紧急招人。公司先是丢了大单，资金链已经快断裂了。再加上枫药经过直播翻车事件后，口碑下滑，流量锐减，品牌商几乎都断了合作，用人成本还急剧上升，始终入不敷出，强撑了半年。季伯孝不得不宣布枫药破产，自己还欠了一屁股高利贷，只能四处躲债。在何恒待了1年多后，我又跳槽了。何恒发展稳定向好，只是我想再换一个更具挑战和成长空间的平台。李鹏亲自给我送行。叶凡作为老板，我真舍不得放你走。哪天想回来，何恒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。但作为朋友，我支持你的决定，多出去看看也是好的啊。谢谢李总。也许有一天我会回到何恒安稳下来，做个尽心尽职的老员工，但我始终会牢记，不断学习进步，保持自身竞争力，才是职场中最稳的生存之道。